影城一进去，然后。不是就是小孩看到那种有卖什么 Hello Kitty， 对，他就会说爸爸我忘记这家店，然后他一要进去他就说等一下，先把游乐那个设施全部玩完，然后我都规划好路程了，你们就照着我的路程走。哇！然后那个徐老三就说。好，那你确定我们等下离开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这家店吗？然后他爸爸就说。会，这是唯一的出口。对，你一定会去。然后还有真的玩完一轮之后，然后他就没东西玩了，他就真的进那家店。然后他们在逛的时候，我老公就讲，好了没？然后压力好北白的，他有压力。Relax。世界难题，当父母的你们到底要扮黑脸还是白脸呢？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非要有黑或白，可以两个人一起都是白啊，干嘛一定要分黑白？但是有些小孩就是如果没有黑脸去制止他一些不对的行为，就管不住。对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像我们家就一定要有黑。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是需要有黑脸在，他才能够压制他。压制他，所以在你们家的话，谁是黑脸，谁是白脸？我老公黑。哎，真的吗？因为我真的凶不起来哎。可是你比如说，然后我跟我女儿吵架，我真的每必输。然后输完就哭。就是吵到一半，我就会这样。然后就哭了，因为比如说，我就说，你不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吗？哪有人对父母讲话讲这么没礼貌？他说你才是一个奇怪的父母吧。去我们什么那个就是群组的夏令营，跟其他爸妈，然后全场只有你一个人喝醉，然后还在那大骂脏话，然后我就说，因为这是事实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讲。没话说，我就没话说了。我想说，这怎么办？有把柄就不要抖。对啊。可是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在夏令营只有你一位喝醉的父母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就是当艺人压力比较大吧。好，但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有找了几对那个家长来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各自扮演黑脸跟白脸。那黑脸也要来反驳一下，为什么好像都是我在做坏人？对，白脸派的父母，欢迎伟文哥、浩姐还有 Peggy。浩荣，你是白脸？看不出来，我是白脸。我上次不是有讲我的耐心都在小孩身上。对，我对小孩真的很好。然后你老公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，对，他就很黑脸，他就很爱计较。对。然后假装要拿那个小布布，然后死不拿。对啊，所以他在家里也是管比较多，然后会杂粮的那一型。我是私底下我也不太讲话，我就跟那小孩一起软烂的那一种。可是你当白脸是你故意想要巴结小孩，获取他们的关爱，还是你就是凶？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个性比较懒散。因为我自己也想懒嘛，所以就大家一起懒。因为其实管人很累哎，对，你要盯他很累，那你盯他你自己做不到，你要管他看手机，难道我自己要不滑吗？那我自己爱喝饮料，那我能叫小孩不喝吗？哦，所以我就是无法以身作则。哪一种饮料啊？就开心就好，就都可以啊。就冰箱我们打开来，什么麦香红茶啊，什么就各种不健康巧克力牛奶啊什么。对，感觉你不是白脸，是摆烂脸。就摆烂脸。那我觉得我会觉得我没有资格这样子去念他们嘛，我自己也是这么随便，我也喜欢吃饭看电视啊，那所以就大家一起啊，随便。我只有第一胎的时候就是说，没有什么是教育专家，不需要买那些。对啊，爸妈就是他们的榜样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就是不看电视，然后就是什么。现在根本没办法，超硬的好不好？小孩在那边看电脑，在那边线上学习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他对面，然后也把那个我的 iPad 放好，然后开始吃着来，然后就开始看剧。对啊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不是小声一点。”而且说真的，我们常说小孩子你上课要专心什么，我真的不骗你。我只要开那种家长会，我一坐到他的位置上，我就开始想睡觉哎。他们那个导师在前面讲说我们这学期的规划什么，我就已经哇。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而且每一科老师还要出来讲话，哇，你真的不能怪他们。然后我就会想说，我大概要熬到，比如第4个就差不多可以走了，因为第4个感觉有诚意。如果就比如说2个你就走，就会被我女儿念。我是开那种家长会，我都是到有家长起来要吵架，我整个人就醒过来，想说我们就没有这种精神。起来看戏吗？对啊，有些家长会出来对骂，或者跟老师讲说你怎么可以罚我女儿什么的。哇，那时候我就整个醒了。啊，我有看到，就在等这一刻很精彩。啊，真的有打起来的那种。就是会吵架，有些人会说哦。我的大女儿，她现在是念北一女的时候，她当初在念这个国中的时候，她怎么样？那现在我觉得现在小孩怎么样？然后另外一个家长就站起来，另外一个家长说，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什么，就是
那时候才会觉得很精彩。只是抱着是看好戏的心情。对啊，那不然的话就是那你会有跟家长吵架过的时候吗？哦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就很低调。我们随随便便，人家会就是重点会放我们身上。好，所以黑脸的人是真的是很喜欢教训别人，还是说你们是没办法被逼的？我觉得其实不是有时候是不小心。我们家其实都很均衡，就像 S 姐刚刚讲的，就是有时候先生也会黑脸的时候，我反而会跟他说，你也不用管这些。可是呢，因为我先生常常出差，他很少在家，他可以回来的时候都是假期，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，所以他很容易不小心变白脸。Anyway， 还有呢，好了，我很重视身教这一派，所以我是真的会让自己不看电视的那种人。你只有一个小孩？我2个小孩，我现在一个8岁，一个6岁。所以你已经8年没看电视了。有时候还是会放风一下啦，就是他们作业写完，我会跟他们一起看一下这样子。可是就是只看有教育意义的吗？就趁他们上课的时候看一些有教育意义，或者是他们睡着的时候还是可以看，或者是他们睡着出来喝一杯之类的。对，就跟你一样。要偷看的感觉。就是尽量还是不要让他们看。对，然后比如说像我是很重视小孩睡眠的，课业我倒还好。然后有时候他们就是那种，已经到了睡觉时间了，隔天要早起，然后作业还没写完的时候，我就会不小心变得很黑的黑脸。多黑哦，黑死了！就是我要来上那个通告的时候，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接，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，你觉得妈妈要不要接？我女儿就说，你超适合接，你黑翻了，就是她说，因为我就是那种你是会大吼，还是说讲话很尖酸刻薄？我不至于尖酸，可是我会用锐利的眼神跟她说，你再给你5分钟写完这个功课，不然你就完蛋了，是不是？完蛋会怎样？就是处罚他之类的，就是有哪一种处罚 ？maybe 像我讲这个话，他们也不会在乎啊。该打屁股的时候还是会打一下。你是真打还是假打？真打，可是我会用手打啦，所以其实我自己知道那个力道。那有时候真的太凶，打完屁股或者是噼里啪啦骂完之后，我回到房间，我可能会跟我老公说，我觉得我刚刚真的太糟糕了，然后我就开始会自省、难过、落泪这样子。就是有时候黑脸完，就觉得你自己情绪失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会觉得我好糟糕，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妈妈？然后这个时候我先生就会突然变成白脸，说不会啦，你也应该要这样什么。好，但是我先讲，我前几天我就刚好生病，我要休息。然后呢，我先生就说，没关系，你就去休息。我说可以吗？他说没问题，小孩交给我。好，我就好。然后等到晚上11点的时候，我小孩在外面看电视。然后我先生就说，没有关系啊，就是让他们放松一下，再看1集就好了。可是通常他们9点就要睡觉了，9点，他给我搞到11点，然后我就不得不出来说，是不是时间该睡觉了？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就不小心变黑脸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其实当黑脸是被逼的啊。对，因为他们白脸就是像浩儒也是，他当白脸就是他小孩只要有什么要求他都答应。譬如说现在要吃晚餐了，6点要吃晚餐。5点，小孩说我要喝珍珠奶茶，他说 OK， 我要帮你叫 Uber Eat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说 What？ 然后这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到底要不要讲呢？人家6点要吃饭了，喝饮料吧？然后你5点喝珍珠奶茶，你饭还要吃吗？对啊，都饱了。那就你刚才讲的嘛，晚上睡觉的时候。对。那譬如说隔天小孩是不是6点半要起床上课？那你是不是应该要9点10点，最晚不要超过10点，因为小孩还小，10点他们睡觉非常重要，是他们长高的关键。还有长智慧，对，长智慧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可以一直跟他玩电动啊，玩到9点半，然后这时候我已经受不了，说是不是还没洗澡，是不是该去洗澡了？那这时候不是他们在打电动，快乐的情绪被我这一句话说去洗澡打断，哇，爸爸真讨厌，就这种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会去洗澡，是不是蛮讨厌？然后妈妈就会怎么蛮讨厌？妈妈就会一直跟他们打电动，打到就是3更半夜。然后妈妈还会说这样子，你知道也跟小孩一起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对，洗完澡是不是10点了？对，10点，然后他说好，那我就是逼他们说关灯睡觉，然后他们都要跟妈妈睡嘛。然后睡完以后奇怪，怎么10点半里面还听到大笑的声音？我也是，我真的是嗨了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在洗碗的时候听到里面怎么那么欢乐，然后我就进去看一下，说怎么还没睡啊？明天不是要早起吗？哎呦，糟糕了，我又打扰他们的兴致了。对，所以他们在讲故事吗？还是他们就是在嘻嘻哈哈，然后讲笑话，在玩啊。还会放那个，还会放那个荧光棒这样转，然后本来是放那个音乐嘛，然后要睡觉的音乐，然后荧光音吗？对，荧光棒转起来，我们就是在那边放。对啊，然后你知道那我一开门的感觉，然后突然里面在 party 就突然那种你知道静音那种，就爸来了，美剧一样就突然进警察来还是什么来了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这样有点太 over 吧？
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你们要去念那个阿德勒心理学，每个人人生都有自己的课题。对你就是你自己开心，不要影响到别人就可以了。是他们自己没有，我有跟他们没有，我有设底线，就是今天你们要晚睡，今天爸爸跟你们讲说9点睡嘛，可是我当然是比较 free 派的。可是如果你们明天早上起不来，或是你们给我闹脾气，或是你们迟到的话，我说你们下一次就照爸爸的规矩去做，因为很显然你们没有办法对自己负责的话。那你就没有资格熬夜啦。对。那因为我们大人熬夜，我隔天会起来工作啊，我会对自己负责。那如果你明天有起床气，然后跟我赖皮，或是你迟到，那你们就照爸爸的规定。那我跟你讲，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非常准时。对啊。所以这是标准的黑脸，你把它推到黑脸。没有，他就不会迟到，因为他们想要保有这个权利啊。他会在学校睡，你知道？对，然后就没办法上学。学校是真的想睡，对，学校是真的想睡，已经很想睡，他又没睡饱，那又更想睡。可是你们当黑脸的父母会不会觉得说？比如说，因为他们当白脸，一定小孩都会把心事秘密跟他们讲，然后你们都听不到第一手消息。对，因为这个你知道我很 care 这个。哦。因为像我老公就是会想要巴结小孩，因为他就是一直黑脸嘛。对。可是小孩就是觉得爸爸就是已经黑脸惯了，所以小孩什么事又是女儿都会跟我讲。然后，所以该给过他关怀跟爱的时候，还是要给一下啦。就是我老公就会一直巴结他们啊，就是他，比如他一开始会嫌他们衣服太露或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说：“贝贝，你看这个可以穿出去吗？这个肚皮都那么多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这是现在的潮流。”我说：“你自己想想看，你以前穿什么？”然后他说 ：“OK， 好。”然后反正就是最后小孩都是心都属于我。对呀。哎呦。然后如果爸爸不在家10几天，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好像大概在3天吧。他们就说哈，不想他不要回，不想。但是这件事在我们家倒是还好啦，因为我们小孩是1男跟1女这样子，所以男生会贴你。所以他每次在跟我说，哎，我女儿，就他会跟我炫耀说女儿跟他讲什么。那个班上的秘辛啊，比如说谁在斗心机啊，小3、小4就在那边跟我聊这个，然后我当然就不能输嘛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儿子上次也跟人家同学在玩大冒险，输了以后他就跑去找一个在扫地的同学，不认识别班的，他就说，你好，我是街头摄影师，我可以帮你摄影，就类似这种北南的这种。对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有，我们这个儿子都也会跟我炫，他有跟你讲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就类似是这样，但是女儿跟他讲的事情，我儿子跟他讲的那个东西很肤浅，儿子开始是应付，现在在比较，儿子跟我讲的很深入，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所以怎么样？大冒险你根本不 care 嘛？谁要玩那种大冒？他只是跟他，你知道，就跟他爸爸随便交代一下，好像学校有发生什么事这样。所以真的有心事是会跟你讲。当然啊，我所以你听到有多深入的，就是他们班有女生被他们班男生在地上揍到去缝下巴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被学校记大过。这件事情你有听过吗？他是我当然有，但是我儿子叫我不要跟他妈讲。屁啦！早就知道我有多少事情，我答应我儿子不跟你讲。我问你的时候，你根本就说没听过，因为我不晓得他有跟你讲啊，因为我答应我儿子说不能跟他妈妈讲。你是最好更深入的都有，好不好？你再讲一个更深入的，不能讲，我答应我儿子说不能说。好啦，不能输。对啊，你知道有多少个女同学喜欢他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，你可以算得出来是不是？当然啦，照片都看过了。我不相信，骗你哦。等下，你知道有多少个女生喜欢你儿子？我儿子都跟我讲说他不知道，他没有女生喜欢他。不讲了，输了。我不相信我儿子有跟他讲，还是这是乱掰的？怎么可能？这种东西怎么可以乱掰？我儿子有时候也会看节目，他会知道爸爸听我没有讲。所以下次继续。你相信谁？你相信谁？你觉得儿子会跟爸爸说我有几个女生喜欢我这种事吗？因为伟文是女儿还是儿子？我是2个儿子，可是我觉得黑脸的问题就是他们太强硬，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地方，那个态度会让小朋友不想跟他讲一些事情。比如说像我老婆金牛座的嘛，她也是这种比较强硬的。她有时候，比如说一开始小朋友回家开门看到我，因为我都是先打开门嘛，
小朋友说爸爸回来就抱我，2个儿子就过来抱我。然后几次以后，有一次我开门回去的时候，小朋友跑过来一抱我，我老婆在旁边说：“你们都先抱爸爸，好啊，你都不爱我就是了，是不是？”然后就发脾气，走心，就走心。然后小朋友没有，妈妈我没有。他也不是说啊没有就好，他不是那没有算了，然后就走掉这样。然后小孩就很难过，就过去抱妈妈干嘛？他也是不开心这样子。然后几次以后，有一次我回家跟我老婆回去，我还是习惯说一开门小孩就过来了嘛，所以一开门，爸爸回来了，他们就过来，我就准备要抱他们，他们绕过我去抱我老婆这样。我说哎呦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他们可是我想说啊，因为他要求嘛，他要求小朋友这么做。但是这种他有说以后回来先抱我吗？他有说，他到房间有跟小朋友说，你们都不爱，立下规矩哦，就是要先抱妈妈。小朋友跟我说，他私底下小朋友跟我说，妈妈有说要先抱他，所以爸爸你不会觉得怎么？爸爸怎么会觉得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父母好幼稚哦。你老婆夺这个第一先抱，第二再抱，很勤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这种强制的手腕之下，小朋友真的是有什么事他就不会。就他抱也不是真心的抱啊，对，当然也是怕妈妈生气，有一半真心怕妈妈生气嘛。对，他说，比如说先跟，可是他们抱的时候会想说，这样够了吗？够了吗？要几秒？有一次我问他说，我说你们都不会担心你们不抱爸爸不开心吗？他说不会啊，爸爸你不是那种会不开心的人。我说真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心在。可是我一讲完这个，他们就过来抱住我说爸爸我来抱你这样，我就觉得这样也很好啊。可是重点是你这种强制手腕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有些心事他就不会跟你讲，他不会第一个跟妈妈讲。比如有一次我小2的那个儿子，有一次他就跟我说，爸爸你知道我在学校有喜欢的女生。我说真的哦。你喜欢女生，你跟妈妈讲吗？还没有，你不能跟妈妈讲，我先跟你说了。我说，好，那你说说看你喜欢什么女生，为什么喜欢她？然后说没有，因为我问过她，她也很喜欢我。我说小2你就问，我说你怎么问的？我说你怎么问的？他说我就问他说你将来结婚要嫁给谁？哎呦，我说这么远的问题，我在开车嘛，我就调整一下，我说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想嫁给我。我说真的哦，哇，这么好哦。我说那你只问他一个女生吗？我问2个女生。我的另外女生说什么？她说另外女生说我不想结婚，因为结婚生小孩很痛，然后是小2的，然后我说啊真的哦，那你怎么回答这个女生？她说我就立刻回答女生说，那你这样就不能传宗接代哦。小学2年级。对呀，我就呆掉，我说我说好难回答，我就调整一下情绪，我说这样子，你们聊得还蛮开的嘛。我说那是不是因为第2个女生不想要嫁给你，不想要结婚，所以你就喜欢第1个女生？没有，第1个女生她想要嫁给我，所以我知道她喜欢我，我也很喜欢她。我说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们是怎么？你们是喜欢对方，然后会怎样？他说没有啊，我们就比如说排队的时候，我让他先插队。我说那插队会怎样？我们就跟他聊天啊，聊什么就是很开心这样，就讲他很开心的事。我说那听到这边，我说这个事还蛮有趣的。我说那爸爸回去可不可以跟妈妈讲？爸爸你不要讲好不好？你要讲的话，你还是让我先跟妈妈讲好了。我说他真的会讲吗？后来我强迫他，我说你去跟妈妈讲。我说你不讲的话，我晚上我就要讲。我说我忍不住，我就要讲跟妈妈讲。所以你的心情是觉得太有趣了，想要跟老婆分享。其实当天晚上我就跟老婆说，我说我跟你讲一件事，因为他还是没有讲。我说他可能忘了。我说我跟你讲一件事，你不要生气。然后我说因为这事太有趣了，我就从头到尾跟他讲。然后我老婆听完说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讲？我说可能有点常扮黑脸吧，然后强制他要讲什么这样。然后可是我老婆后来也是就觉得说那也难免了，至少你会跟我讲这样，所以就有一点小难过这样子，因为当黑脸总会有一点难过嘛。可是你会知道他的心情，所以你会主动去 care 他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白脸不只是对小孩，我对老婆也蛮白脸的。等下你是在家装好人到底是不是？其实我在想，我装好人也不是说没有脾气哦，我装好人我也是。我如果叫小孩立刻去干嘛，他们也会听我的话，因为他知道爸爸都已经生气了，连爸爸都生气，那是没有很严重的，很严重。而且如果是妈妈说去洗澡，他们会速度更快，还是说你说去洗澡？他们会速度快，但是他们会2个速度差不多，可是他们速度快会情绪很不好。对，因为妈妈叫他们洗澡是，比如说我们看卡通啊、玩游戏都会有设定闹钟嘛，家里一大堆闹钟嘛，就是那种计时器，你知道，30分钟。然后他们在玩游戏玩到一半，滴滴滴滴响了以后，妈妈立刻说：“时间到了，关游戏，关什么电视什么什么。”就一直开始念，然后就很强势，他们很强。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当？然后这个废话很多。你为什么要当典狱长？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为什么要当家里的典狱长？没有，是提醒，不要这样，不是因为那种态度很讨人厌。对。
像我的话，我就会说，时间到了，小朋友可以关电视。那他们还在玩一下，我就会在那边，好了，再给你10秒钟，10、9、8、7、6，跟他开个玩笑嘛，嘻嘻哈哈就关掉了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睡觉小孩的时候，他们说要放床边故事，我也是选了一个什么灰姑娘啊，什么玻璃鞋的。然后，但是你那个故事不见得9点他就一定讲完嘛，不会刚好的。那剩最后一点要试鞋子什么合不合，他就一开门进来说，为什么还在放故事？然后我就说剩最后一段听完，他就说9点了，啪就关掉。哎呦，那你剩下是个玻璃鞋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关掉呢？那你一定要听到说 Cinderella 就一下就陷进去了。对啊，他就是他的这真命公主的时候，你就他就是要把它切掉，就完全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就像我们在看傻眼啊，就是这最高潮，然后老公说睡觉了。真的很想离婚呢，他就是一定要到那个时间，他就要这样切掉。我心里就会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吧？我心里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啊。还是说他没有听过 Cinderella 的故事？没有，他就只是觉得就说好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，你这样子含扣要到什么时候？那至少故事要听完吧。他可能觉得你听完以后又说他们又会说下一个，然后你可能又会让他下一个，他就会这样。但你其实不会吧？不会啦，就是把这个听完。但是他其实不会，他会在里面加故事。其实穿上以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他穿完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，他就歪掉。顺便聊天啊，那你们要听听正常的，就这样搞到10点，他不一定会放下一个。我觉得很难。他 never end。对啊，一直都没办法，一定是我被逼成这样子，不然我也不喜欢。你会受不了他这种行径吗？会受不了啊！吵架吗？有时候会啦，还是会啦，但是就是我到最后会这么强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沟通过嘛，有 fighting 嘛。fighting 到多严重？我就说，如果你要我做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要挺我，你不能就是说，我做了，然后你又不挺我，所以你得挺我，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争论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强硬。所以现在是平衡的。现在很平衡啊，对，毕竟小孩也大了一点。不需要那么吼他。对啊，就也不需要啦。对，然后他们可能也习惯爸妈的角色，所以大家这个就是有一点恐怖平衡，相安无事。可是 Amy， 你看起来是超级白脸呢。对啊，但是很自然而然，因为我老公超幼稚，然后我有2个儿子，3岁跟1岁，他们每天就玩得超疯。因为现在暑假，我就找陪玩姐姐，然后他晚上就跟爸爸在聊天，就说爸爸就会问他说你喜欢哪一个姐姐，然后开始讲我喜欢什么铃铛姐姐，我喜欢庭轩。他说那你帮爸爸也找一个姐姐好不好？就男生就会去讲这种东西，老公怎么会讲这种话？好幼稚，幼稚吗？不在处理，就是听他们在讲，这种话只能放在心里，怎么能讲出来呢？那你喜欢哪个姐姐？哪个姐姐比较漂亮？然后他们男生就在那边讨论这个，我就想天哪！我就让他们讲，不是才3岁吗？3岁半而已。而且我跟你儿子讲，他讲出真心话，找一个陪玩姐姐，对，自己太恶了。然后说不能跟妈妈讲哦什么的，就他们自己聊得超开心哦。然后就觉得这男生会有这种自己的，就是不是男生跟黑白脸没有关系。可是那你怎么得知这个故事？我在厕所里，我听得到。讲给我听的，看了，你说你在厕所，他故意讲给我听的，我觉得。难道你这时候要出来说，所以我就是陪玩姐姐？出来说你刚才讲什么东西？哦，他想要那有点逗你，所以我就是一直被逼在黑脸这个角色。对，我们是被逼的。对，所以 Peggy 你是，我觉得我跟我的老公，我们2个人应该还算叫前夫啦。我们2个人的那个磨合到，就是我们有一样的原则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黑脸跟白脸在于对事情的对错，都一样都是错。可是我觉得他很黑，是因为他就是态度会很差，就是会很凶的、很严厉的那种。就是像你们刚刚讲说，一定要这个时间观，那我就一定要这个时间观。可是我就会很 care 说，你就好好讲就好啦，同样好好讲，跟用骂的还不是都一样结论？那你宁可让他们好好有个开心的睡觉，就不差那一句话，把鞋子穿起来，就可以很开心的入睡，然后就睡得很好，就不会哭着入睡，然后大家都情绪不开心。我觉得黑脸实在太像典狱长。对，受刑人关灯睡觉，对，上床。就是他跟你们3个都有这么凶吗？我没那么凶啦。对，看阶段性的，就是没有沟通完的话，确实是这样。就9点一到，我要说到做到，我就是给你关掉，就是像典狱长。但是后来慢慢的磨合以后，知道他后来不会延续下去。比如说9点，他9点10分，他也会帮着我说啊，小孩该睡觉了，
就是缓冲期，他会帮我抓一点缓冲期，对，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就还好。我觉得他们黑脸的爸妈有一种心理很变态，是那种他们真的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小孩子很开心、很无忧无虑的样子，他就很受不了，我就要念一下你，我就要定一下。像我们如果全家出游，在车上很开心，然后小朋友在后面唱歌啊，车子后面很吵，那你也知道那个空间，驾驶人他就会很躁郁，然后小孩子在后面这样哇哈，爸爸为什么啊？他每天讲啊，然后他可能就会说这么开心是不是？要不要回去做点数学评量？不能开心，为什么不能开心？他说这么高兴，因为譬如说放暑假啦，暑假啊，然后他就会说这么高兴是要我跟你们算一下那个期末考的账是不是？好变态。对，然后后面就会这样瞬间安静，而且是出游不是吗？对，就出去玩，出游还不能开心，他就会说你期末考考成这样，你们还可以那么开心哦。哦，还在期末考。对，他就要把期末考那些事情拿出来讲，然后后面就会安静。我跟你讲，上礼拜还发生一件事，我儿子现在不是已经暑假了嘛，然后我儿子晚上就说他要吃宵夜，他要泡个面吃。然后泡了面以后，在那边等，他就在那边看电视。后来我儿子就叫了一声：“哇，我面泡太久了，面泡烂掉了。”然后他就回我儿子说：“有你的数学烂吗？”这样不行了。然后我就因为我们两个又说好了，说我不能够在小孩面前吐他，我又不好意思骂他，因为小孩子在，我就这样看着我儿子，又看着他，然后我儿子哭，然后面这样端到前面，他就说。有你的数学一样烂吗？这样，然后我儿子看着那个面，然后就这样看着他爸，然后我儿子的眼睛里面眼泪在那边打转，你看那一碗泡面怎么吃得下去？而且那是很深的讽刺。然后我看到我儿子，我也都快哭了呢。我觉得他干嘛这样子？然后他好像自己知道把这个局搞僵，他就说：“爸爸开玩笑的啦。”好烂哦！屁呀，好笑吗？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不？就那个小孩子，我先问，为什么出游小孩不能开心？小孩可以开心啊，但是其实那时候因为真的开车他们真的太吵，然后吵了以外，他还踢我的椅子。然后一直踢我，然后又很吵，然后一直踢我说那就可以跟小孩讲，不是我安全就好了。我一定不是一开始就说就是要制止他们。对呀，你有分析，一定要说对，你们要玩可以不要踢我椅子，不要一直踢我椅子，不要一直踢我椅子，不要一直踢我椅子，对，才使出杀手锏。对呀，泡面那个你讽刺的也太狠了吧？没有，那个真的是。开了错误的玩笑，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真的是想要开玩笑？我真的是想开玩笑，我没有那个意思说他数学烂，因为他数学其实也不烂，而且都是我教的，我有什么好意思打自己的脸？他数学都考几分？其实不一定啊，但是就是中上，在班上我们不要讲分数。那你讲那一句话是说，你以为他会这样？你怎么那么幽默啊？对啊，因为其实蛮好笑的。我本来以为他妈妈也会跟他笑，大人觉得好笑了。对啊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后来他眼睛泛泪的时候，你有没有？有了，我跟他道歉了，我有跟他道歉。对，我说宝宝只是开玩笑。对，我说我只是开玩笑。你们扮黑脸的人，是不是都是催狂魔？我也不想要当催狂魔，因为你知道我老公呢，他除了当黑脸之外，他真的很变态。因为我们不是去新加坡旅游才刚回来吗？去新加坡旅游不就是要让小孩尽情的，就是比如说东看西看，然后我们去的地方就比如说新加坡很有名的室内植物园，然后人很多，可是去那边就是要观赏植物，然后拍照什么什么。对。但是我老公不管去环球影城、室内植物园或者是圣淘沙哪里，他都以时速几乎是媲美那个车子20公里的那种速度，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赶时间可以慢慢逛啊。我不知道他走路就是快到不行，然后小孩子就是慢慢在那，然后就要拍照或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要看小孩，然后就想说，怎么消失了？老公哪？然后反正我们在室内植物园的时候人又很多，然后我老公又瞬间消失，然后我就想我赶快去找他一下，然后又很担心我女儿，然后后来我就看我老公在斜角那边这样。等着你，已经在等了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说到底在干嘛？我说培培，我们是在新加坡的室内植物园，我就是要跟植物拍照，而且是他们这个年纪，拍完照还要检查说，你这拍的不好，现在还要上传的。对，很壮观的背景哎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然后我就说，你到底在赶什么？他说。等一下，我要回饭店休息啊！后面是没有行程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事，只有晚餐。我以为你们要赶车还是什么的。都没有，我就说不就是等一下就是6、7点吃晚餐跟朋友吗？他说问题是你不需要回饭店睡一下洗个澡吗？我说我是可以不用。
他那环球影城一进去，然后。不是就小孩看到那种有卖什么 Hello Kitty， 对，他就会说爸爸我忘记这家店，然后他一要进去他就说等一下，先把游乐设施全部玩完，然后他就说他就逼他一定要玩那个，他说我都规划好路程了，你们就照着我的路程走，然后那个徐小山就说。好，那你确定我们等下离开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这家店吗？会不会在玩所有的 rides 的时候都在想我等一下一定要买？没有，他在当下就说一定会经过这家店吗？我一定要进这家店。然后他爸爸就说会，这是唯一的出口。对，你一定会去规划，进得去就出得来了。怎么会规划？然后还有真的玩完一轮之后，然后他就没东西玩了，他就真的进那家店。然后他们在逛的时候，我老公就跟你讲，好了没？然后压力好北白的，他有压力。Relax。他是有规划行程表的，游玩顺序。他们的确对，而且更贱的是，他以前我们10年前去那个室内植物园，然后他就说菲比，那个花好漂亮，你在那边我帮你拍。10年前。对，10年前，所以我们我就觉得这次一定要去。然后这次他在那发脾气说好了没啊？我说他们要拍照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那我想说这个尴尬的期间，他也可以说。不然去瀑布那边我帮你拍张照，他也没有他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男性他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游玩，然后这样，不然那个谁，你去那个瀑布我帮你拍张照，你愿帮他朋友拍，通常那个男性朋友，然后我想说他回来就是我，然后他突然就说，那边那个景也不错，你去那边，然后他朋友还说不用，说没有，难得你来新加坡，没有要拍我，然后我就只好自拍。好惨啊！好惨！你们给他拍一下，自拍后面就是花，然后我就拍，然后脸拍到的很少，但脸很大，脸又要漂亮，所以就变成说只有一边的眼睛跟后面有一些花，然后我给我姐看，他们说这是什么？说这是新加坡很有名的室内植物园，然后我连去环球影城要跟那个大那个你知道 logo 那个球吗？球对。然后因为我老公也不知道跟他那个朋友消失到哪里去了，然后我就自己这边一直瞧那个，好惨，很难拍那球超大，球很大拍不到很难，球过度啊，你女儿很远，我女儿他们自己3个还要在那边有舞蹈的，要拍什么，拍一些舞台动作，我有好几张悲伤的自拍照，真的好孤独哦，他会效率令人鼻酸呢。对，就是到底在吹什么啊？效率王就是每一个东西都要很快用完，就是他到哪都是到任何地方他都是这样子。他的目标就是要回房间睡觉，拍完就好，还有泡澡。OK， 他就是需要 relax。所以你们会这样吗？出去玩的时候也要出去玩，我不至于啦，但是我就是睡眠的那种时间，赶校车那种，我就会很在意。对，就正式啦。对，还有开车也不能游玩还好，对，游玩还好。游玩你会慢慢让小孩尽情的玩乐啊。对啊，他会让他尽情的玩。他也走很快啊。我女儿，我们进那个力宝乐园6福村。我只是刚进那个闸门，他已经消失了。然后我背一个背包，然后我女儿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喝口水。”那背包放在那个水放在，然后我只是转身拿个背包，然后拿水出来，她跟我儿子2个人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一进闸门，那个园区这么大，然后我打电话，他们都不接，还要打电话找人。你打电话说我们已经在云霄飞车上面。然后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坐完云霄飞车下来了。是我儿子赶啊，我儿子赶还是要顾着他嘛。对，是你拿水是拿多慢啊？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走呢？你女儿要喝水，你不能等我们是一体的。不是这样走，你儿子是用跑的，我在后面追。就是云霄飞车就是要4个人一起玩啊，他们就不见了。也是会这样，这样子很怪，这不等一下。对啊，儿子你怎么这样子啊？等一下。可是如果是那种安全起见的，还有分黑脸白脸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比如说出去玩有一些设施，或者是在海边干嘛玩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些父母就是在这一块又会，就没有分什么黑脸白脸，搞不好都2个都很严格，说不要，那会受伤哦。我觉得安全性应该大家都是一致的吧。可是我觉得不一定，我觉得安全的，比如说可能黑脸，我说不要做这个，可是我觉得白脸会陪着他在他旁边试试看吧，对啊，或者保护他，就让他去 try 一下，不要说什么都不敢碰。我觉得这样也蛮可怕。就是我觉得吓小孩是不对，我觉得黑脸常常喜欢吓小孩。他看小朋友练钢琴，因为小朋友是练2年嘛，每次只要妈妈在旁边看他们练钢琴，妈妈都是小孩一弹错这边错了，一弹错这边错了，一弹错这边错了，3次以后重来1次，我就坐在那边，我说
他们在小学2年级、3年级，你这样子会让他讨厌钢琴吗？我说你练钢琴，你心情要好一点嘛。那他说那你要教他看，我就做朋友。他们一弹错，他就说我说不要讲，弹错我就弹错就弹错嘛。练完一遍，你不觉得你刚刚可以再进步一点？你刚刚是不是有地方没有弹对？你自己讲哪里没弹对，让他自己讲哪里没弹对。然后再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再练一次？待会你练成功，爸爸帮你拍一次，好不好？拍给你看。就给他一些鼓励。我觉得今天这集并不是在聊什么教育小孩的事，你其实在抱怨你老婆，你是不是已经受不了她了？我可能跟着你们一起抱怨你的另外一半，不好意思掉进这个坑里面去了。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严重哎。其实我有跟我老婆讲说，拜托你不要把我们你讲一个你老婆的优点。我老婆优点，很有效率，对。就做人很有效率，对，做什么事？做什么事都很有效率，讲话很诚实。还有就是讲话对很诚实，不会，就是我永远都不会觉得我永远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对他不会讲假话，对他想要吃什么，他想要做什么，他想买什么，就是我不用去猜，我确定的知道。可是这个完全不浪漫。可是这种惊喜就不见了，比如说逢年过节、生日什么，我都不会去买东西送给他，因为我就问他你要什么。我直接买给他就好。但是感性的人如果遇到一个绝对理性的，你不觉得会很空虚吗？是啊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所以我才跟我小朋友比较近一点。对啊，我们是属于感性，他们对啊，我的那边已经是空掉了吗？应该不是这样说啦，应该说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。然后我发现两个就不同的人还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哦。对，所以很难得，我不觉得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随性的人，老天就派我来去，你知道，对，你的功课是啦，也是我的功课。因为我就不能想象说，譬如说伟文哥的老婆跟你老公去环球影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两个都超效率，然后就30分钟就玩完了吧？对啊，但是我觉得鼓励是可以啦，但是有时候白脸做的，我觉得有时候会比较过分，有点像推卸责任。好像譬如说我女儿成绩不好，班上倒数前3名，她也不骂女儿，她就会跟我说，你看你女儿啊，怎么成绩那么差，然后这个都是我教的，那怎么还会这样子嘞？那我心里就想说，天哪，黑脸好吃亏。对啊，关我什么事？那我要做什么呢？那我就想应该是因为他每次写功课，女儿写功课的时候都在我们客厅写，然后在客厅的时候我们又在追剧。那你觉得小孩这样写功课会专心吗？所以我就说好，那你现在既然有求于我，你虽然说你没有骂女儿，但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做了，我就跟女儿说，你以后写功课去房间写。我女儿说，我不要，为什么？妈妈都可以。然后她在旁边就没讲话，然后说不行，以后就是去房间写，你这样成绩不好就不行。就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又被逼得跳出来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女儿又讨厌我，又叫我油腻男。好啦，我去写了油腻男。油腻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被你们叫油腻男很伤哎。有还好吧，我也跟我儿子有在做运动啊。不是油腻，不是说身材，是有时候感觉恶心感。我听你一番解释，我又更难过。好像没有帮助。我以为不是说是指身材，是整人。哎呀，走开啊，恶心啊！对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这样，如果他那时候用那个伟文哥的方式去鼓励他，而不是把这个事情丢给我，又让我当黑脸，对啊，我 OK 啊。出发点都是好的，因为我是不希望我自己的小孩他有一个面向是我很不了解他的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太严厉的话，他在我背后为非作歹，或者是对在外面什么杀人放火，我都觉得那个怎么会是我的小孩？我不希望有这种事情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就是这样很高压的管小孩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几个家庭出去玩，有时候小孩子都会互相坐对方家里的车，然后他们家管小孩管得非常严，就是军事化教育，他们是生2个儿子，所以他们2个小孩在爸妈面前是非常非常乖的，就看爸妈的脸色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他们那2个儿子一坐到我们家车上，是在骂三字经，而且是用三字经念 rap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是蛮有创意。是在一个反人格的那个儿子在我们家后面，然后就讲，然后我想说哇，那你有跟他们爸妈讲吗？我不会讲，讲了他们是也不会相信。但是因为要制止吧，因为你讲三字经那边念后面我觉得还是有点，因为我家小孩也在啊，对。然后他就有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就说，哎呦，我帮你们录下来，录给你爸爸听。他就开手机要录，
然后他们后面是不是就收敛了一点？但我就觉得他们的家长永远看不到他小孩这一面，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。我宁愿你在我前面很调皮，有时候骂个玩个游戏靠什么，那我都没关系。但我会跟你讲说那是在家里，那你在外面我就不希望落差太大。所以白脸跟黑脸还是要存在，因为有时候他不在黑脸面前表现，我们至少白脸我们可以看得到。对啊，私底下还是会跟黑脸。因为像我问我婆婆说怎么样教育小孩，我觉得她讲的话一句就很有智慧。她说千万不要让小孩怕你。对，她说小孩一怕你，他就什么都不讲。而且小孩不管跟你说什么，你都要假装有在听，因为他这是训练他嘛。我真的有在听哎。没有，有时候真的很无聊的事情啊，就是卡通人物怎么样，爸爸可能我都要讲。不是，因为我现在都跟我女儿聊说什么5条悟是谁的，然后最近又出一个那个新的，对啊，那个 Windbreaker 你有看到？自升级吗？不是 Windbreaker 更新的。更新怪兽8号？不是，好像破风少年 Windbreaker。帅到不行，我的妈！我都跟我女儿是踢足球的还是？是我2女儿介绍我，然后我们就一讨论说你爱谁，然后我就会说我爱谁呢什么，她就会说不行，他是我的。我说没有，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成熟型，就是聊一些这种很真心，但是我不是在敷衍他，是因为我们都爱，有共同话题啦。对，可能是他，因为他们也长大啦。我就跟爸爸聊他。爸爸没看什么5条？妈妈们有没有什么哄小孩绝对是那种得分的方式？然后我有一个，可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妙招啦，这是我自己因为应该是投其所好，因为小朋友才一个小2嘛，一个小5嘛，其实大家都小朋友最喜欢喝牛奶。有些早上就喝鲜奶，然后晚上睡觉前有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喝个，比如说温的牛奶，比较好入睡。对。所以牛奶变成他们一个他们喜欢的东西。所以我发现，如果说他们比如说被黑脸骂过啦，或者什么白脸要跟他们讲道理，要同理他的时候，我就一人发一杯牛奶，好好跟他聊，你知道，然后他就觉得有东西可以喝，人就是这样，你有东西可以吃，有东西可以喝，你就开始觉得心情就比较好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喝牛奶这个问题是，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，你总不能一直准备鲜奶，因为鲜奶有保存的问题，没错。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很麻烦，怎么办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，就是说一情绪不好就给他喝牛奶。但我发现可以带保酒乳，因为保酒乳它是可以保存比较久，然后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也很好。然后我觉得而且保酒乳最特别是它是在那个什么利乐包里面，它有个小吸管，所以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你发给他的时候，它不是在杯子里面，他好像感觉自己专属的一个小饮料，也不会洒来洒去。对，这插进去自己那喝，然后听爸爸讲一些同理他的事情，然后一些道理，他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样。而且他在喝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废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老婆，他会点头同意这样。对，我女儿也是超爱喝牛奶。对，他们打开冰箱看到没有牛奶，他们会生气耶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外出的时候要怎么带，就带保酒乳非常好。我们家很喜欢喝的一个，应该算是国民牛奶品牌的保酒乳，今天带给大家推荐一下。好哎。好，就是这个保酒乳，从小喝到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它是国民牛奶，可是大家对保酒乳可能不是很清楚。像这个第一次接触，大家都是小朋友从学校回来营养午餐盒啊，或者什么园游会啊、运动会啊，他们会发那个面包盒，里面就有一盒这个东西。他说：“小朋友都喝这个，而且我那时候觉得蛮厉害的，因为在学校里可以入选为那种学校的食品啊。”它的那种规范就比较麻烦，它可以得到这个标章是很难得的。所以我仔细看，其实保酒乳它是强调它是里面是完全无调整，等于是100%全天然，然后呢完全没有加防腐剂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蛮棒的。那为什么可以这样维持那么久都不会坏掉？而且也不用冰。第一个它是完全没有防腐剂，那重点是它上面写成分无调整，这边有写没有？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它鲜乳就放进去，没有加任何东西，没有防腐剂，营养都完全没有差别，基本上是一样。比如说牛奶里面的什么牛奶钙啊、蛋白质啊，基本上是跟鲜乳是差不多的。那只不过它透过那种高温的杀菌这个过程，所以它完全没有调整。放那个高温杀菌以后呢，就可以保存在常温里面，保存比较久这样。对。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包装是无菌的一个包装，所以它先高温杀菌，然后无菌包装，那你就可以放到这个很方便，可以带出去。不用冰它，就很方便。这样喝完情绪很好。是不是？插个小吸管，你就在那喝。而且它就是看起来很 cute。对啊。地震的时候我放了好多这个在地震包。哦，对，这也很方便。就是你放妈妈包，你自己携带去露营。那它这个国民的牛乳的这个品牌很重要，是他们这一家强调，我刚不是说纯天然嘛，还有它用的是那个 CNS 的
A 级的这个生乳哦，就是顶级的台湾的 A 级生乳。他们强调无那个调整，因为他们整个是自己在品管的，等于说那生乳的来源到它的工厂。一条龙的品管，所以它整个的那个品质的管控是非常顶级的，所以大家喝起来，大家都知道是国民牛乳，所以就很放心。我今天只是介绍给大家说它是保酒乳，很多人对保酒乳就有一个迷思，对，误以为它里面有什么，对，以为它有什么东西，它是完全没，它写在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可是还很多人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可以保那么久？可是我这罐上面有写低脂哎，对，这个是可以。对，低脂的话是蓝色的，有没有？蓝色那个蓝色外框，对，低脂是给，因为现在小朋友有时候营养过剩，是就比较圆润的小朋友，你就给他喝这种低脂，或者是一些长辈，爸爸妈妈长辈的，他们不想要摄取这么多脂肪，他就可以喝低脂的。那其实低脂跟这个全脂都是一样的营养成分。那它通过这个高温杀菌，它里面那个鲜乳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保留下来，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，哎，这好像没有这个鲜乳的营养成分，其实都是一样非常高的营养成分。原来保酒乳是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它最棒是像我以前我刚刚不是说吗？就出去外面玩啊，去这个露营啊，干嘛？对，我以前还要带一个那种大的保温瓶。放什么冰块啊，什么放鲜乳在里面，然后等到小时候可能他想喝的时候，可是又很久，我就担心说那个冰块融化，里面到底会变质，会不营养这样，味道也不好。那现在保酒乳你就完全不用冰，真的，你就带着走。然后另外是你带去露营的时候，你可以拿来做很多料理，比如说做浓汤、做玉米汤、做牛奶锅、做咖喱。你在咖喱饭里面加一点牛乳，它就会比较柔顺一点。所以小朋友可以喝，爸爸妈妈可以喝，然后小朋友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你用这个安抚，它就特别好。可是你说让大人喝了也觉得比较烫，是不是？对，希望大人喝以后就黑脸就可以接近我们白脸一点。我觉得我下次跟我老公旅游，我一定要带保酒乳，请他。我跟你讲，这他在那边一直吹的时候，你就丢给他一瓶，对，赶快喝一下，然后他会这样，然后嘞1秒喝完，然后他的一定喝在节奏里，还是很有效，再等久一点，再等一点。没错，强力推荐啊！主要是安抚情绪，让自己营养加分，然后又可以拿来做料理。这个保酒乳真的很棒，很棒的保酒乳。今天听完了，就感觉以后当爸妈的时候，不管是到底要当黑脸还是白脸，只要两个人有讲好，对，这是互相的一个默契嘛，不要说永远都好像在顺着另外一方，然后都一直觉得很委屈。而且虽然会有一点不甘心或是竞争，但其实小孩只要感受到父母的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对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